我艺术家还没有当成以前，我也很喜欢当建筑师。经过跟他们在一起这5、6年，我不敢当建筑师了。其实老师很会做建筑，接到这个案子其实是非常意外的，只是仰慕的过程里面来跟他聊聊天，其实都是要有感情之后，不管是跟他画作感情，或老师本身互相交谈之后，感觉那个感情是可以有办法投射在我们设计的过程里面的。老师，当初你盖这个旧画室嘛，旧画这条斜线是怎么来的？观察了2年，日出日落。当然夏天冬天会不一样，角度。对对。但是我把它折中，我希望画室不要有直接光线，所以这一条线是为了不要让自然光直射到作品里面。哦。你会觉得很奇怪了。对，我一直不敢，为什么会我一直不敢问这条斜线是什么神给你的什么旨意？就是这个斜线是很有学问的。在那边住18年的学问。对对对。因为这2间本身它是老师创作的地方，其实都尽量去避免所有光线的干扰，包括那间画室为什么那个斜顶。为什么做了一个13度、14度的一个斜顶？那就是他在巴黎创作的一个，在那个屋檐下创作的一个感受。所以其实都是怎样用画家的精神或者画家的心去想。如果我们仔细的用建筑的方式去讲那个距离的话，就是这个水池让这条步道跟这个冥想空间产生一种距离。对。如果说没有这个水池的话，我们的可及性跟它的独特性跟它的某种孤单的状况就会消失。对对。所以其实这个水池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让我们重新量我们自己心在哪的一个框景的一个出发点。我觉得我们2个精神花最多的是那个窗子，我就想说，是不是我们可以限定访客来看到一个窗子，指定在这边才可以看到力道。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弄窗子很成功的一个地方。那一个空间对我的作品会加分很多，因为我那些作品开头是冥想，那正好。你帮我做出来一个真的空间，真是代表我一辈子最精华的作品。当然是你的帮忙，因为那个空间，所以我每天最少一定要去走2、3次。其实，在这个冥想空间里面呢，就是上面一条细线，它就是微微的带给你一个稍纵即逝的万变的微光。其实它是带着很多的希望在里面，但是它是非常微弱的。我们如果没有那个脆弱的话，我们是找不到那个宁静的。没有那个脆弱的话，你是看不到自己的坚强的。我刚刚在形容从那一边下来，看到这一面墙，然后看到你那一个那一栋角落。哇，真的是很棒很棒，尤其是上午的光线，从远远然后慢慢走下来。我其实很喜欢盖这一栋。我觉得最棒的这个空间，从远看这条廊道跟这些材料 material 跟椅位，这一段切下来就可以算是我的作品。如果这个重复1000次，就很漂亮，对不对？没错，它都一样，一直 repeat 的。这个方形跟这个条状，它还折磨我上下还要不一样。上面要宽一点，下面要窄一点，它那个分层才会好看。对呀。那个水泥椅子，你们说棒不棒？
但是我本来就拍错，要跟他订4张了，后来我发现台东的太阳照1个钟头就很热，会烫屁股，所以可能以后做要弄一个薄的什么东西把它隔热一下。老师，你看这道墙的厚度，跟所有下来墙部厚度，它有6道墙下来，它都不是平行的状况，大小都不一样，粗厚度也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看到的只是外表漂亮，线条漂亮，但是实际要盖起来没那么简单，要花很多精神。我们的接待中心，然后接下来就是第3展厅，是我在20几年前在东河钢铁苗栗工厂做的作品。以老师那个雕塑的，几乎是所有角度完美的状况，我觉得那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那个就像一颗海边捡到一个最漂亮的石头，你根本没办法改。我的不锈钢耐候钢要怎么劈，才可以保持那个整个建筑本身老师原来雕塑的帅气跟型。那个切线的力道跟切线的位置跟切线的比例，其实是我觉得在把它修成建筑的时候，我面对最痛苦的地方，很不容易，因为很容易就跑掉。我做了好几次，那些线条都是8度或是3度的问题，所以那个是从那个雕塑要转成建筑，那是非常辛苦的。老师可能完全不知道。那2栋，尤其是黄昏的时候，太阳要下山的时候，跟那一个2栋建筑跟那都南山脉，哇，漂亮的要命！那个斜度啦，那个你安排的那个2栋，真的是就像大自然的一部分了。耐候钢跟清水混凝土，它都是多孔性的材料，换句话讲，它会记录时间，它会记录历史。那个人工是那个颜色的，某种经过自然洗涤之后产生的痕迹。那这几个事情是我们取决用这些材料的原因。它上面也磨过了，应该也喷盐水啊，还好我那时候想喷盐水有用，很有用，一下就橘掉了。你们看，棒不棒？屋顶。折磨，谢。那个时候老师提醒我2件事情，一个事情是因为你要放你在圣母院画的画，对，所以你希望它那个空间暗一点，是暗一点，对，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是，你希望那个进去就有点像修道院。我记得我有提修道院，对，那个沉浸之外，所以它外面开口会降低，它不会看海，它反而向内的是一个，对，是一个内向的空间。没错。我最满意的还是精神这方面的空间了，你做得很棒。楼梯爬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点像我以前前世的当修道人那一种，爬到一个石头屋里面修行的那一种味道。艺术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是那个空间跟建筑、光线，还有希望艺术品也有一点帮忙。你看，黄昏，你看上面的天窗下来，对建筑师来讲，光就是很重要，但是对艺术家也是，但是我们是画上去，我们是 plus， 对建筑师光也许是虚的，我这样讲对不对？没错，这个是我要提的事情。其实，在创作后面那个教堂的时候，那光的细微的状况，然后去产生垂直的阴影，让下面光线跟上面可能产生那个虚的柱子在那边。我们基本上在
讲2件事情，一个是一般我们需要的光线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哪里。一个光线是在形容躯体的光线，形容你跟神的位置的光线，形容我们精神心在哪里的光线。老师很多的画作就是光透出来，比如说百年庙，对，就是光透出来，让那个躯体慢慢发生的状况。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这个园区有一些文字？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家不应该跟社会有什么关联，艺术家就是永远要关在你自己的工作室。但是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艺术家应该跟社会会连在一起。如果你没有这个社会，就没有你这个艺术家了。尤其经过这些从911啦、双子星被炸的时候，几乎每1-2年，全世界都这么动乱的时候，因为我的作品是比较抽象一点的，所以我觉得用一点文字，再加上我抽象作品的画面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在那种永恒跟刹那之间，那个字是很有意义。终于看到整个面了，第一次看到这样整个面。这面墙弄起来会很棒。你知道吗？我常常坐在那一边呢。等一下黄昏，今天应该燕子也会来，从那个窗子，水泥窗跑进来，然后touch一下水面，然后就飞走。我常常开玩笑，是我跟猴子每一次约签5年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快18年了，所以签第4次约了。还有是房东，说话还没问题的，看样子可以继续签的。我必须说，这个建筑本身没有我是很重要。怎样在这个园区里面用不同的建筑反映他的心，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香兰每一次看到这个斜窗子，他每一次都跟我讲一样的话，哇，他设计这个斜窗子真是不得了。师傅很喜欢。对，这段不要剪，希望有人听到。